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2024款 iPad Pro 创造了苹果工业设计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更强性能、更高坚固性的情况下，其厚度达到了惊人的 5.1 毫米，比10余年前发布的 iPod Nano 还要薄。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苹果不惜抛弃了耗资巨额开发的 Mini LED， 换上更轻薄的双层串联 OLED 显示面板。而机身内部上 ，iPad Pro 2024款缩减了电池容量，并大幅度减少使用螺丝固定元器件，这使它变得更加难以修复。唯一的好处是 iPad Pro 2024款凭借轻薄成功获得了极高的话题性，刺激不少旧款用户更新换代。最新的消息显示，苹果打算把轻薄魔法延续到其他产品线上，除 iPad Pro 之外，第一款革新设计的会是在今年秋季发布会上登场的 Apple Watch X， 接着是 iPhone 17。彭博社科技专栏记者 Mark Gurman 表示， iPhone 17系列将拥有一款全新的机型，暂定为 iPhone 17 Slim， 最大的特色在于薄。关于 iPhone 17 Slim 的变化， Jeffrey 在上期视频和大家进行了分享。今天我们继续聊聊苹果的轻薄化战略是否可行，轻薄魔法真的能延续吗？知名维修团队 iFixit 在拆解完 iPad Pro 2024之后曾表示，为了这人们几乎感受不到的变薄，苹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电池容量的缩水，用胶水代替螺丝等，这显然是一种无用功。但这对于 iPad Pro 的用户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毕竟这种程度的轻薄化设计，至少是不需要大刀阔斧的进行阉割，而在 iPhone 上，这就不一定了。iPhone 17 Slim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屏幕尺寸一定不会太小。Dot Information 给出的消息是，这款新机型的尺寸介于 Pro 和 Pro Max 之间，也就是 6.3 英寸至 6.9 英寸之间，而屏幕边框也会和 iPhone 16 Pro 系列一样，选择极窄化处理。为了极致轻薄，苹果会考虑选择一种新型材料背板，使其可靠性和厚度之间得到平衡。这样一来， iPhone 17 Slim 的整机厚度能够做到约 7.8 毫米或更薄，远比当前在售的 iPhone 要趁手。作为参考， iPhone 15 Pro Max 的厚度为 8.25 毫米，但代价也很明显，电池容量会和标准款 iPhone 相近，支持的充电功率也会更加保守，游戏性能大打折扣。不可否认，轻薄化的确是工业设计领域里能够体现企业科技水平的重要一环，尤其是消费电子市场里，消费者对于轻薄的产品显然有着更高的敬意。但考虑到 iPhone 糟糕的续航和散热，不得不让人对 iPhone 17 Slim 感到担忧。当然，在 Mark Gurman 透露的消息中，除 iPhone 17 Slim 之外，苹果也将会让轻薄化深入到所有产品线中，包括 Apple Watch、MacBook 和 iPad。这意味着轻薄化将会是苹果未来的设计趋势，但苹果是否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苹果分析师郭明基在最近的消息中就提到，今年的 Apple Watch 将比前代型号更薄，而且屏幕尺寸也更大。在一则最新的行业报告中，郭明基表示，下一代 Apple Watch 的屏幕尺寸选项将从41毫米增加到45毫米，从45毫米增加到49毫米，同时也采用了更薄的设计。这个尺寸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当然，除了常规的 Apple Watch Series 系列，面向极限用户的 Apple Watch Ultra 也有新的消息。郭明基表示，今年的 Ultra 将保持与前一代大致相同规格，不过如果产量允许的话，苹果可能会提供一种新的黑色或深色表壳颜色选项。此外，预计苹果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使用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 Apple Watch 零部件。郭明基曾经过1年多大量测试后， 3D 打印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据彭博社此前的报道，今年的 Apple Watch 可能会被贴上 Apple Watch X 的标签。此外，其他的升级还包括苹果考虑采用一种磁性表带连接设计，以实现更轻薄的结构，但是否会在今年推出还需要进一步的消息爆料来确认。总的来说，对于 Apple Watch 产品线来说，今年应该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因为即将亮相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可以被视为第10代产品，就像 iPhone X 一样，第10代 Apple Watch 对苹果来说同样颇具纪念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苹果会为 Apple Watch Series 10带来一个新的外形设计。打算购买新款 Apple Watch 的用户不妨耐心等待今年秋季的发布会，预计它将和 iPhone 16系列同场亮相。说回到苹果的轻薄战略，苹果在早年间就考虑到了轻薄化能够为旗下的消费电子产品带来更高级的视觉效果，由此诞生了能塞入新建代的 MacBook Air 以及薄至 5.1 毫米的 iPad Pro 2024款。但苹果要做轻薄化 iPhone 或是 Apple Watch 等产品，不免还是让人感到担忧。一方面，轻薄化的确是当前手机市场的趋势，比如 vivo 推出的 X100S 厚度做到了 7.8 毫米，是当前最薄的直板旗舰智能手机，但 vivo 没有刻意为了轻薄去削弱消费者的使用体验。续航上
vivo X100s 依然拥有5100毫安时大电池。性能上 vivo X100s 首发天玑9300加移动平台。按照苹果打造 iPad Pro 2024款轻薄设计的思路来看， iPhone 17 Slim 内部配置缩水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电池容量。iPhone 本来就属于续航表现中等的手机产品，如今电池容量还要缩水，续航能力肯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极少做散热方案的苹果破天荒的在 iPad Pro 2024款上做了一个仅限在 logo 区域的散热区，这也预示着内部空间被极限压缩后，连苹果也不得不做出妥协。iPad 的机身空间比 iPhone 要大，即便是做了一点散热，对整体的重量影响并不会很明显，但 iPhone 17 Slim 要做散热，那定会使其不够极致轻薄，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相当重要。至于其他产品线， Apple Watch 当前的续航水平对比起其他竞品简直就是灾难级别，想要做轻薄化设计无疑是让其续航能力进一步变差。而 MacBook 系列，无论是 MacBook Air 还是 MacBook Pro， 现在的续航、性能释放和重量厚度都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假如要做轻薄化，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平衡，让原本的受众群体感到不悦。不过，如果苹果愿意在新一代 iPhone 上采用高密度电池，或是应用轻薄坚固的机身材料，或许能够保持原本平衡的情况下创造更多轻薄奇迹。但苹果会这么做吗？按照此前的消息来看，苹果打算从 iPhone 16 Pro 系列上取消实体音量键，增加相机按键。那么到了 iPhone 17系列上，这款 Slim 机型很有可能会取消机身上的所有按键，进一步降低重量。此外， iPhone 17 Slim 也很有可能会是第一款在全球范围内取消实体 SIM 卡设计的 iPhone。另外，考虑到即使是取消部分硬件对轻薄化的影响不算很大，苹果或许会在这款 iPhone 上首发全新的背板、中框材料，进一步降低重量。譬如 iPhone 15 Pro 系列，苹果选择了钛金属后，重量直线下降。客观来说，苹果在工业设计上的打磨的确是当前智能手机市场里独一份的存在，但这些材料上的变化很难让消费者直观地感受到新款产品的变化。iPad Pro 的超薄设计是如此， iPhone 15 Pro 的变轻也是如此。想要挽救 iPhone 的市场口碑，仅靠极致的轻薄，恐怕很难让大众消费者接受。手机市场的竞争也早已从手机本身的设计、质感，逐渐转移到影像、AI 等方面。苹果在这两部分做的都还不够好，打磨2年后的 iPhone 17 Slim 能逆风翻盘吗？或许要交给市场给出答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看好苹果的轻薄化战略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